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女巫塔，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量产红石的产量。虽然我们之前有村民交易所，可以通过村民交易来获取这些红石粉，但是呢，我们能够自动获取的，就尽量做这种农场来进行自动获取。接下来呢，就可以把这些红石都把它带到家里面去，来做今天的一些工程。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期节目中观众们所留下的一些评论。我们现在读第一条，评论都不读了，你看到没有？我今天来读评论了。第二条，一个女巫塔怎么够呢？当然，一个女巫塔它的产量确实是比较有限，但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2连的话，我们就得清区块。那么清区块呢，那就是1个星期的问题了，就不是像我们之前做的那样1-2天就能够搞定的。2连是肯定要清区块的，不清区块你是做不了2连的。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评论他说啥时候发一期世界吞噬者的视频？这个试吞的教程我很久以前发过一次只不过那一期视频你们都没有看到，有点久了，你们需要仔细的去翻一下我的以前的一些视频好，这边的3条评论我已经读完了，然后再看这一边。这边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挑出来的几个评论由于 YouTube 那边呢，我也是投了视频，那边也有很多一些评论我都从来没有去回复一下，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之前盖史莱姆农场的那个灰色的盒子嘛，他问的就是我上一期不是说我丢了一个潜影盒吗？然后肯定有观众他一直记得我好像还有一个是灰色的潜影盒，我现在只有2个这个紫色的，确实是那个灰色的盒子弄丢了，一直没有找到。好，我们来看第2条评论，可以做一个推荐的光影包和模组整合包的视频吗？我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截屏来看一下，然后再搜索一下这个光影包就可以了。好，我们看本期最后一条评论，请问一下灵魂出窍是什么模组？这里的模组呢，我就给大家打一下，是 Tweakrule，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过了，有很多人问过了。那么 Tweakrule 这个 mod 呢，在 B 站这边还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在 YouTube 这边就知道人好像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还是再给大家回答一遍。好的，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家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珍珠传送站还在鬼畜，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丢了末影珍珠，导致这里的机器开始工作。如果没有传送回来，我们就直接下线的话，那个珍珠就会消失。但是在 1.15 之后Mojang 它是修复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叫 bug 还是叫特性，反正在 1.15 之后，只要服务器没有关闭，玩家下线它丢出了末影珍珠之后下线，然后再进来，这个珍珠它是还在的。如果大家看过我以前的红石生存视频的话，肯定会知道这里是用来干嘛的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刷沙机，从末地那边刷过来的沙就会从出生点的这个地方掉下来。这个刷沙机呢，它不光是可以刷这个沙的，它也可以刷沙粒，像这种重力方块。除了这2样，还可以复制混凝土粉末，但是呢，我们现在复制的话是只能复制混凝土粉末，如果拿来做建筑的话是够呛的，它不能够悬浮在空中。那么我们如果要获得大批量的混凝土的话，我们今天打算做一个 AFK 的这种混凝土工厂，就不用像我们以前另外一个生存系列做过一种那种全自动的混凝土工厂。当然那一种工厂呢，第一体积太大，而且特别困难造价很高，而且很容易做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打算做那种，因为那种我也不会首先第一个原因我也不会做。其实那种混凝土工厂的原理很简单，但是你调时序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AFK 的这种，就造价非常便宜，而且它的效率能够达到每小时45000的效率。45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以前做的那种哈尔威的那种混凝土工厂是18万每小时，我们这种能够达到45000，就相当于它的1/4的产量了。那么可想而知，如果我们4人同时挂机 AFK， 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18万的混凝土工厂。好，那我们闲话也就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找一个空地我们尽量要坐在出生点附近。好，我刚刚也是在这附近逛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什么好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很久以前做了一个村民繁殖机，这里呢既然我们的村民交易所以及什么繁殖机跟村民有关的东西都已经做到那边的工业区那边去了，所以这里应该可以拆了而且这玩意还是很影响市容的，那上面都是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们这两个小老弟，好，这两个小老弟已经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总之我们可以开始拆迁了。哇，好神奇啊！你们怎么都没有涨价？你们都这么没有怜悯之心的吗？好，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被我们移平了。这里做混凝土工厂呢，我们打算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要现在讲一下它的这里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原理。挂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鼠标可以瞄准到第5个活塞，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可以放5个方块。我们瞄的时候尽量要瞄到旁边啊。你看我现在是瞄的是靠右，或者你靠左也可以。如果你放在中间的话，很有可能这里的活塞最后要推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活塞臂啊伸出来了，我们会点到这个活塞臂上面，就导致我们放到第4格上面。这样放的话，最后是会出问题的。我们放的时候呢，肯定是不能直接像这样右键的。我们这样放呢，这个效率是没法达到45000的，所以必须要借助连点器，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地方按一下，就可以一次放这么多。好，我们现在把连点器关掉。这里的活塞呢，为什么要朝上？这里我再来讲一下，朝上往上推，然后上面呢再做一个活塞墙啊，这个位置放错了，要放在这里。上面的活塞墙呢是一个5×5的一个墙啊，这里的25个活塞最后要一起全都把它推出去。我们这里放了方块之后啊，放了5个，然后下面就会往上面推，一直推到顶。推到最上面去，然后顶上要放一个侦测器，只要这里的侦测器检测到有方块推到最上面去，再使着后面的这一排，让这一排活塞墙都把它推出去。好，我们去拿一些普通方块啊，我们来拿一些普通方块，用来搭建我们的红石线路。25个活塞我们要怎么样一次给它激活啊？这个也很简单。我们一条红实线啊，可以激活2排，最上面一排它是一个正激活位啊，这个不用我多说。那么下面这个活塞是怎么激活的呢？下面是一个 BUD 位啊，一个斜向充能。这样接完了之后呢，我要把它全都连到一起，它既能够激活下面的，也能激活中间这一层，还能激活上面这一层。这个线怎么牵？我们需要用到半砖，这里呢就可以用半砖，这样半砖在这里它不会切断这下面的线路，同样呢这里的线路还能够爬到上面来。好，最后这一条也是一样的，也是弄一个半砖，这样它可以往上面爬。好，侦测器我们只需要对准这里先放一个方块。好，是这样侦测的。好，这里的侦测器它的后面先放一个方块，这里呢再放一个点状红石，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短脉冲，连续活塞朝上，上面再放一个方块，这样就是一个短脉冲，后面再给它接一个中继器这样就能够实现这种短脉冲的这种线路。下面活塞我们要怎么让它激活？这里我们可以给它铺一个线路，像这样，我们光牵一条线是不行的。这里呢，我们要打一个循环电路，像这样子的循环电路，脉冲拉开，然后赶快松掉。下面的推出频率是4T 推一次，也就是说我们在4T 的时间可以放5个方块。那么这个效率呢，我们是可以算的，可以直接算出来。当然它实际的效率是达不到45000的。被 TNT 炸这个方块的时候，会有一些掉落物卡在中间没有炸掉的一些方块上面卡住，这里要给它设一个开关，开关还是和这个一样跟这玩意一样用来激活这种循环电路的开关，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它这个红石呢，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块来充能，就会使这里的循环电路激活。只要我把它打掉，好，这里的循环就开始了。然后再拿一个粘性活塞，再把它拉回来，好，这样就关闭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开关稍微改一下，开关我们可以让它改得更加智能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这里放置方块，这个开关呢，它会自动给它打开。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的侦测器，它发射的红石能够使这个活塞把它推出去。如果这里我们直接接会出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放方块，好，这里会鬼畜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粘性活塞先把它改一下，改成普通活塞，但是这样仍然会使这里的活塞让它乱动。我们这里呢，给它弄一个这种
衰减电路，这种衰减电路它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有红石信号，信号会一直亮起，那么这个活塞就不会鬼畜。然而这个侦测器它发出来的这个脉冲非常的短，它没法响应这个中继器这个比较器，所以它的后面要给它接一个2档的中继器，这样才能够让它有反应。2个比较器像这样首尾连接，我们在这里弄一个短脉冲，还是这种短脉冲啊，再用一个中继器，这里的活塞我们就可以放到这里来。我们最后关机呢，怎么关？只要把它推回去就关机了，对不对？推回去它就关机了。好，这里的侦测器呢，我们先把它补上。等一下，我这里的侦测器放的位置不对啊，放的位置不对，所以这里的循环脉冲它没有启动，还没有启动。现在呢就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活塞它不会鬼畜。关机呢就很简单，给它激活一下就关机了。我们在这里 AFK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屁股后面放个压力板，然后再接上红石，一直接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地方。比如我们在这里挂机挂完了，踩一下，它就关机了。我们继续 AFK。好，我这次把连点器打开啊。好，并且上面还可以推出来，然后上面有可能会有方块顶到外面去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只用拿这个熔炉把连点器关一下，连点器关一下啊，上面最好要放炉子或者是发射器、投掷器都可以。当然现在我们还是不能够把混凝土粉末放上去了，放上去由于旁边没有水，没有水怎么办？我们就要在它这里啊给它制造一下水。放水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水它会到处流，我们放一桶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放一桶它不会流到这里来，要是流这里来，这个就把我们电路全都给冲了。那么这里第2桶水就是关键啊，绝对不能让中间形成无限水，这里无限水呢它就没有地方流，它就会往外面流，所以这里一定要隔远一点，像这样。好，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上去做 TNT 复制机。首先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红石线我们要怎么样接上去。这里有一条红直线，然后再用半砖，像这样一直用半砖往上面连。至于接多高呢，这个就看你个人。总之你觉得接的这个高度就大概适合我们做 TNT 复制机就可以了。我们最后 TNT 的落点一定是这5格的中间啊，就是我现在准心指了这一个方向啊。我们现在搭的这个红石线路呢，要离这个中心偏1格。我们就做这么远，这个距离也就都是自己估摸着看啊，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准则。这里的 TNT 复制机我们也已经是做过很多次，就跟那边的刷石机是一样的，把它放上去。TNT 呢要放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放准，它放到这里来，那里就 GG 了。拿出我们的黑曜石，一定要找准这个 TNT 的落点。TNT 是在这一格啊，我现在指了这一格，我们就搭一个柱子搭上来，柱子搭到哪呢？与这个方块平行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上面的时序？首先你得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个逻辑思维能力。我们怎么样计算这里的延迟呢？我们要看这里这下面推动的频率是多少，下面是4T 一个循环，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每隔4T就往上推一次，那么这个横推的活塞它是多久推一次呢？有4乘以5 20，也就是每20T 它会往左推一次啊，每20T 推一次。那么 TNT 爆炸的时间是多少呢？TNT 是10个满档，也就是40T， 那就正好我们推2次它炸一次，这样时间就是相当吻合的。时间吻合了，那么上面也就不用打什么延迟，就正好第一次推，然后让上面的 TNT 把它引燃，然后在第2次推的时候就正好到了40克，让它爆炸就行了。然而不打什么延迟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的侦测器，它会往外面发射红石信号，上面呢我们是没有任何延迟的，当然不打延迟也是不可能，因为这个线是没法传递那么远的。然后下面呢这个红石传到这个活塞上面一共要经过多少克的延迟呢？这里有一个
中继器，这里是1克延迟，然后活塞推动它又会有1克延迟，最终传递到这个方块上面。这个方块要被推动，它是要经过2克的延迟，所以上面也得给它打个2克的延迟，最终这个时序就会同步。我们先在这里放一个，是为了以防下面的红实线牵得太远，后面还要再放一个中继器。然而这里放中继器是不够的，它不可能上面放 TNT 的频率和下面推动的频率一样快，这样就会出大问题。你如果上面放 TNT 的频率和下面一样快的话，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这个 TNT 前一个掉下来还没有爆炸，第2个 TNT 又掉下来了，然后把另一个 TNT 就会炸飞，所以这上面还要给它弄一个短脉冲，短脉冲就可以让这个活塞推出去，但是呢它没法将 TNT 复制机把它拉回来。原本它的频率如果是2的话，那么我们做了这个短脉冲之后，这里的频率就是1，就可以有效的让它的频率减少，这样就不会导致一个 TNT 把另一个 TNT 给炸飞了。当然我们现在手动放置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手动放置是没有补给的，我们待会要在上面放投掷器，给我们不断的往身上补给物资。好，我现在已经拿了1背包的原石，先来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我们放的时候就赶紧用灵魂出窍来看一下，我们不能在这里放然后头也不回，然后看它就这样爆炸了。好，瞄准了这里可以放大看一下，然后把 O 键打开，我们就是灵魂出窍这种方式。好，有点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赶紧停下来，赶紧停，赶紧不要放了。刚才看到很明显这个延迟打得像不对，有点问题。好，我刚刚又试验了一下，它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肯定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光影关了。然而呢，我现在服务端也把它给退了，我现在拿到我自己的单人生存里面去了，之前一直都是放在地毯端里面，我也是为了减小这个游戏的卡顿还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个原因有点迷。我现在在这里挂机，它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上面的电路完全没有动，还是和刚才一样。这一次爆炸就是在36号方块，而且炸得很好。这个机器一定不能在服务器里面做，服务器里面可能会有网络延迟卡顿，什么各种卡顿。如果在服务器做的话，首先考虑的就是把这里的频率调低，然后不要弄5个活塞，要弄4个活塞。然后4个活塞上面的延迟怎么打呢？就还是我之前讲的那个套路，我这里也就不做示范了，这也是给大家留的一个家庭作业，让大家自己去慢慢思考思考。好，我们现在来末地，把这里的沙全都替换成混凝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刷一些混凝土，把它送到出生点那里。好，我最后呢把这里的补给装置把它做好了，上面有5个投掷器，发射的全都是白色混凝土，顺着这个水流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头上呢要做一个防换翼的一个方块。那么这里的补给的装置它要以多高的速率来投掷物品呢？我们之前讲过，这里的向上推的活塞它是4T 推一次，也就是说我们4T 要放置5个方块，那么这里就对应了5个投掷器。上面的循环呢，这个投掷器这里接了一个循环电路，也是4T， 2个2档，也就是我们放的物品和我们接受得到的物品就收支平衡这样我们身上就永远只会有这么多，不会说最后我们身上全都堆满了混凝土，或者是最后我们放着放着混凝土手上混凝土就没了。那么这里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之前讲到了，这里是个开关，我在这个开关下面给它补充了一个红石火把，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开始放物品，这里开关它就会自动的开，开了之后这个活塞会往前面推，这里的红石传递就会断掉，这个活塞它也就缩回来了。我们可以飞上来看一下，这里缩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就会让这里的循环电路让它开启，这样我们就会头顶上一直会有混凝土给我们补给。假如我们想关机往后面退一步，这里的活塞就会把这个开关把它推回去，推回来呢，这上面的脉冲也就断了，这下面的脉冲也断了，所以上下就同时全都关闭这样智能的开和关我们就实现了。
这边给它做了一个水流收集的一个装置，也很简单，只需要nice， 这个天梯把我的玻璃全都给炸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流会一直顺着流到这里来，这里是一个气泡柱，最终就会送到箱子里面。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来看一下在这边挂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还是一样，找到第5个，用灵魂出像，连点器打开，然后开始点就可以了。之前说理论上效率是45000，实际上呢会有一些方块卡在这个上面掉不下去，所以它达不到45000。然后我们要关机，最后要注意一点，离开这里挂机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天梯爆炸的之后的一瞬间离开，也就是听到爆炸声之后，然后我们再离开。如果我们是其他时间离开的话，可能第2次开机会有危险，会存在一定的危险。那么本期的混凝土机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做多了就觉得这还是不难的。或许也会有一些大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没有去参考其他人是怎么做。然后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混凝土机只能够在单机用，在服务器可能会存在很多一些安全隐患，严重的话上面就会炸膛。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如果你还对本期节目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呢，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